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一下，我是如何将塑胶杯或是塑胶容器打洞、改装它们，变成我的兰花容器。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请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为什么我偏好用塑胶容器来种我的兰花，然后我也建议刚接触兰花的新朋友使用塑胶容器，特别是塑胶透明的容器。原因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透明的塑胶容器能够让你看到容器里面的介质的状况跟兰花根系的状况。如果有烂根，或是如果有出现一些发霉或是其他一些不应该发生的情况，你就有办法能够去做调整。那如果你是用不透明的容器，比如说深黑色、深绿色不透明的塑胶容器，或者是用瓦盆、陶土这一类做的兰花容器，你其实没有办法看到盆里面的状况，除非你非常有经验，否则的话呢，如果比如说根烂在里面，你不会知道。第二个原因啊，就是塑胶容器一般会比较便宜，但是市面上网络上，以美国为例，你能够在网络上买到它已经帮你就是打好洞或是切好缝隙的兰花杯子、兰花盆呢，其实都相当的贵。所以呢，如果你能够买到，比如说像一般喝饮料的杯子，然后用自己的工具去打洞的话，你第一个一样能够达到通风的效果，第二个透明的容器一样能够让你看得到盆里面的根系状况等等，其实是一个比较经济又实惠的一个方法。那像我自己个人而言呢，我一样是因为价格的因素，我买了这些一般喝饮料的杯子。那因为它们在此都一样，我就用内外杯堆叠的方式，内杯是用透明的透明的杯子，外杯用不透明的杯子，我堆叠起来，我这样子能够减少阳光直接的照射，那杯子里面内杯就比较不容易产生青苔。当然，这是一个美观上的问题而已，我在其他影片也介绍过了。长青苔其实它因为它的生命周期很短，不会影响杯内的一个健康状况，它不会长期的跟兰花根系竞争养分，所以这个只是美观上的问题，不会影响兰花的健康。那说了这么多，我相信你一定很好奇，到底我是怎么用什么工具，然后用什么方法来对我的这些塑胶容器打洞呢？我们现在马上就来看一下。其实啊，说明白了，真的就不值钱了。这个就是我的秘密武器——烙铁。这个是我网络上查到的名字，它的英文叫做 soldering iron。我必须要查，因为我真的不确定这个中文到底叫什么东西。那它呢，其实就是插电之后，它会变得很热。那因为热，你就可以对塑胶容器钻洞。那这个东西我当时在网络上买，美国好像美金也不到10块钱，我记得好像8块吧，8块美金而已。所以在亚洲地区，如果你们买，我相信应该也不会太贵。那你如果没有这种工具的话呢，我其实在好像其他影片的留言区里面有跟兰花朋友分享其实你也可以拿铁钉，或者是比如说一般用的钢块，你就是在火上面烧一烧，把它烧热，你一样可以钻孔。但是呢，因为这个东西不贵，所以我还是建议买这种工具，因为它至少有一个把手，而不会是用铁钉。那因为如果你用铁钉，你可能还要再去拿一个老虎钳或是一个夹子夹住铁钉烧，然后再钻洞。那万一如果你没夹好，铁钉掉下来或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某一种程度上的危险。那既然提到安全性上的问题呢，接下来影片的部分，请大家还是要专心看，因为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必须要在这边跟各位兰友做个提醒，就是安全上面有哪些工具是你需要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到底是怎么操作就是打洞这样的一个方法。那因为我们是对塑胶容器打洞，塑胶遇热它一定会冒烟，而且
它的这个烟是有毒的空气，所以你一定要确保你是在一个很通风的地方进行打洞这样的动作。如果你是在阳台是最好，如果你是在室内，一定要打开窗户，而且最好要有很大的空气的对流，比如说你把电风扇也打开，然后把电风扇朝着窗户外面贴着窗户，然后让它的风向是由外吹的，表示说你这样一旦有冒烟或怎么样，它会马上被这个电风扇的这个不好的气呢，能够被电风扇直接就往外排出去。再来这个东西，口罩，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哦。在捷运上，你可以常常看到有人戴口罩，所以呢，我也建议各位，就是在从事这样的打洞的这个步骤的时候呢，也把口罩戴上哦，多一层保护。有了通风跟口罩之后呢，其实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开始进行打洞的动作了。每打完一个洞的时候呢，它一定都会有一些溶掉的塑胶会粘黏在这个烙铁上面，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有湿润的纸巾或者是湿润的菜瓜布放在旁边预备，你就有办法能够把它这个粘黏在烙铁上面的这个塑胶物质能够把它清掉，然后再进行下一个洞的打洞动作。再来呢，我个人偏好于在打洞的时候呢，我都是抓在杯子最上面杯口的地方抓着，然后进行打洞。如果你有比如说像工地工人戴的那种手套，或是任何的保护的机制、保护的工具，我才建议你用手握在它的杯身进行固定，然后再打洞。否则的话呢，因为你的手太靠近那个烙铁的肩部的时候呢，热的那个部分呢，其实有时候你不注意，也许容易造成烫伤，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请大家要多多注意。最后呢，还是要呼吁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如果你是未成年或者是年纪比较轻的小朋友，一定要有大人的陪同，才能够进行这样子打洞的动作。另外啊，我相信有蓝友一定会问我，那我应该要打多少洞呢？那这就要看你是用哪一种的养殖方式、种植方式。比如说，如果是有介质的半水耕，其实我就是打2个洞。那如果是一般这种传统的种植，底部下面是有洞的，像你我之前给你看过的照片，底部下面有洞的，然后你杯子的周围你想要打洞多少这个其实没有一定。那这个是依照个人喜好、个人的这个环境。还有你的介质多寡，根系多寡等等等，这些都有关系，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一定的数字。这个东西要靠你自己的一个经验的累积跟不断的实验，才能够找到你自己居家环境，然后你自己喜好上面的一个黄金比例。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是任何的指教，也很欢迎您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蓝，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